十一，出大事了！春妮儿，啥事儿？我娘让我来告诉你，你娘要把你卖了。哦，你娘都要把你卖了，你还在这儿给她砍柴。我若是不砍完柴，回去又要挨一顿打。你要是被卖了，就不是人了，是一个物件，可以随意打杀的。我现在也不算人，顶多算个生丑。哦，不是，生丑比我要值钱些。春妮，我怎样都可以，有口饭吃就行。我家女儿十里八乡干活的好手，人又乖巧懂事儿，长得还漂亮，你买了绝对稳赚。哪家卖女儿的都是这般说，拎出来没几个好货色。哼，且等等看吧。这就是你要卖的女儿？正是。我随便去乱葬岗提一具骷髅，也比你女儿长得美。让开，让开！蔡亚伯，行了行了，银子给你。你终于要走了，天天赖在我家白吃白喝。你敢打我儿子，你个小贱人！这是救呸！你才是婊子娘养的，你全家都是婊子娘养的。哼，银子给了你，他就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敢朝我的人动手。孩子，跟我老婆子走吧。孩子，有爹宠娘爱的才能叫孩子，没爹没娘的，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孤儿。若有机会，一定要趁这段时间卖出去，否则过了8日，去的地方和死了没区别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被卖2次了，自然懂得。徐管家，怎敢劳驾您亲自来？不行。换人！徐伯伯，你把我买了去吧，我能干活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，而且我吃的少，每天只要吃1顿就行。骨相还可以，行了，就他吧。进来吧。新来的，徐管家说大厨院缺人，寻了个踏实能干的。孩子，把头抬起来。我以后是住这儿吗？你就睡那里，那个香笼是空的，以后
归置丝髻、衣衫、鞋袜都放里面。把这套衣衫换上，头发挽成髻，绑上蓝丝带。我竟然就这么住了青砖大瓦房，有了新娘子出嫁时才有的香笼，穿上了新衣，戴上了丝绸的发饰。爹爹到死都没给我买过一根发绳，如今这些东西竟在瞬间可得。谢谢你。十一，帮我把砂锅从炭火上端下来。阿弥陀佛，你个傻姑娘，都不知道喊疼。以后烫的东西不能用肉手去碰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多少年没吃过肉了，真没想到我还能过上这么神仙般的日子。二少夫人的养颜汤好了吗？自是好了的。你端着，跟我走。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应是能多活几年。下去吧。出什么事了？官兵来了好多，快逃！杀人！别动！世子，莫再负隅顽抗了，束手就擒吧。圣上并未下达旨。本司奉圣上口语，温宿侯府涉嫌贪污，老侯爷已被扣在皇城司大狱，一众家眷后府衙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唉，我今早这一跪一求，竟然把自己囚到牢房里了。中午那顿丰盛膳食，竟是断头饭。看来我真是受不住这泼天富贵啊！母亲，别看了，如今我们戴罪之身，谁都避之不及的。母亲，你还好吗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母亲不必担心，父亲暂时无性命之忧。吴敬欢念我救命恩情，我托他留了个丫鬟，一路能照顾你们。以前在向阳村听人说，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死刑，大部分人死在路上，剩下的都死在了流放地。官爷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你能放了我吗？这我可说了不算。你如今是我温之恒的通房丫鬟，一路只管照顾我家人，以后荣华富贵少不了你的。什么是通房丫鬟？你现在还带着枷锁，如何空口白牙许别人荣华富贵？我不是3岁小孩，你快去和官差说，放了我。你这辈子只能跟着我们，识相的就给我听话。我不明白，这么多奴仆，为何要选我？你曾经吃过侯府的饭，你的卖身契在侯府手里。我就吃了你们家一个鸡蛋，一块红烧肉，我不要去流放啊！我只是想活下去，为何这样艰难？丫头，拿去吧，别嫌弃。谢谢。姐姐，我也想吃。小心烫。姐姐，我能给祖母吃一口吗？这些现在是你的，你要给谁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奶奶吃。得给他退热才行，可是连根针都没有。
姑娘，谢谢你。要及时退热才行，路上没遮没挡的，难熬。十一，昨晚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也是为了活命。你不是，你本可以不管我们的。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做这些究竟是为了活命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不错，不错。大人，这是我家的丫鬟，要取下锁链，也该取主家的才是。你说要给谁取？自然是要给当家主母，我的母亲。大人，这些活都是我做的，你昨晚答应过我的。你不是他家丫鬟吗？芝荣，退下。大人，按原先说好的办。哥，娘的腿脚都发红肿胀了，你就这么把机会推了？把他得罪干净了，以后到了流放地，怎么办？那个小姐模样真不错，嘿嘿，你别乱来，老大交代过不能碰，看看又不犯法。你找温家小姐做什么？走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他带着枷锁，腿上绑着锁链，就这样还能让一个人消失？姐姐，你走得好慢。姐姐脚疼。那瑞儿扶你走。昨晚的事，谢谢你。什么？那个官差，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怕怕什么？怕你们出事，我也活不了。你倒是清醒。以后再有这种事，别自己喊，来找我。芷柔，芷柔，你带他们往前走，我去找他。小姐，小姐，我以为我死了。喝点水。谢谢你。世子，我以后会好好干活，你别把我杀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你是没说过，可我还是怕呀，怕我像那个官差消失一样，消失。别胡思乱想，你是柔儿的救命恩人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。还有，以后别唤我世子了，我现在只是一个阶下囚。那我唤你大少爷吧。好。
你们就住这儿吧，1个月600个铜板。就这破地方还要收钱？那你们别住。且慢，小妹不懂事，于大哥别往心里去。只是我们现在身无分文，能先住进去，后期再补上吗？没钱啊？行吧，我老于心善，1个月后我来收钱。不过那个时候不是600，而是800。于大哥实在心善，温某感激不尽。哥，我们哪来的800个铜钱？不答应又能怎样？先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再说。我进山了一趟。大少爷辛苦了。你会做饭吗？会。那就好。大少爷，你以后别进太深的山了。怎么？怕你回不来，我们都得饿死。好，我出去借刀。刚好可以抵半月房钱。你凭什么拿走？这是我们今晚的食物。你说什么？于大哥，今日太晚了，实在弄不到吃的，你一拿走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就要挨饿了。哼，我老于心善，最是看不得别人受苦，便宜你们了。大伯，我要吃鸡腿。瑞儿别哭，伯父明日再给你弄。大哥，明日起我们要去凤鸣矿洞上工，女眷们怎么办？她们一整天没东西吃，怎么熬得住？还剩了几个饭团，明早给他们分了。那我们呢？少吃些，总不能让他们饿着。大哥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会好的。十一，我没有勇气活了。十一，我没有勇气活了。我以前也这样想过。8岁那年，我后娘进门，冬天让我在院子里洗全家的衣裳，手冻烂了，没人管。那时候我想，活着还有什么盼头？后来我发现，活着才难，所以我要活着，看着那些让我不好过的人，活得比我更难受。可是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我不想拖累大哥。我出去找，你在家守着瑞儿。小姐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姐姐，你抓到鱼了！十一，辛苦你了。十一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以前在侯府，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这样。人都得活着，怎么活看命。大伯，姐姐炖了鱼汤，好香好香。你弄的？溪里抓的。辛苦了。趁热喝。好喝。不进去睡？里面挤。你是被卖的？家在哪儿？向阳村，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地方，连村长家的驴都瘦得皮包骨。你爹呢？死了，上个月。你娘呢？后娘，把我卖了那个。
大少爷，你问我这些做什么？想知道。不用，穿着，明天还要上山，别冻病了。十一，你一个人出去，小心些。我去周边看看有没有能住的房子。小姐，你把门从里面拴好，谁来都别开。你早点回来。主房塌了一半，厢房空了，灶台还在，铁锅还在，比那间老鼠窝强多了。有人住，可以去打听打听。你是谁？在我家门前逛来逛去，想干什么？大哥饶命，我才被流放过来，看见这儿有户人家，想打听点事情，没有恶意。说吧，打听什么事儿？那边废弃的院子可以住吗？你想知道？嗯。我这个人无利不起早，你拿什么来交换？我没银子。没银子还打听什么？我能干活，什么活都可以。会做饭吗？会。给我弄一桌子菜，作为交换。我告诉你，怎么住进那房子里。那院子是无主的地儿，荒了5、6年了，没人去住的原因，修缮要花银子。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没钱。不过那院子死过人，闹鬼，你不怕就去住。心虚的人才会怕，我不怕。行了，走吧。谢谢崔大哥。你们干什么？又来一个！这是流放犯人的住处，你们动我们，不怕沾上晦气？呸！走，晦气！走。他们穿了好久的门。没事了，我们搬家。大少爷，我们搬过来住，不要房钱。这房子太破了。我会修。我们今晚该不会要住这儿吧？就住这儿。瑞儿，今天晚上的晚餐有着落了。迟疑，动静会不会太大了？烧一烧去湿气，草木灰往墙角一撒，能把虫蚁赶走。姐姐，什么时候能吃啊？等大少爷和二少爷回来，我们一起吃。十一，没放盐，能吃吗？我出去一趟。干嘛？我打了一条蛇，做了蛇羹，给你送来一碗。无事献殷勤。没放盐？忘带了。哼。记住，你欠我的，以后要还。谢谢崔大哥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。十一，真有你的，这院子选的真不错。
十一，你的手艺真好，我好像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你以前吃的都是山珍海味，现在换了口味，觉着新鲜罢了。也许吧。大少爷，你说我们还能回去吗？一定能的。十一，你睡了吗？没。今天那几个男人串门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们死定了。没事了。你说我们能活着回京都吗？不知道，但眼下得先活着。得去镇上瞧瞧，找找有什么挣钱的路子。毕竟有太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了。小乞丐，快过来！姐姐，你是在叫我吗？有人喊我姐姐呢。我可不是什么姐姐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昌女。得，我和你个小乞家说个什么劲儿？喏，去外头的吴家点心铺子，帮我买一盒梨云糕，剩的5个铜钱是你的跑腿钱。你不怕我拿钱跑了？那你跑了吗？快去快去，误了出锅的时辰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这是你的跑腿钱，以后别再来这儿了。为什么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听我的，以后别来了。你去溪口巷找一户姓薛的人家，就说是我说的，让他给你找活干。姓薛的，快走吧，别回头。多谢姑娘。你找谁？是南芝让我来的，他说你这里有活。现在哪里有什么活干？不过最近药堂在收垂穗石松，就是鸡窝草，5文钱1斤。这段时间品相好，过段时候就卖不上价了。采了送到你这里，你送来吧，回头我帮你一起卖。谢谢你，薛大哥。薛大哥，南芝他……别问了，他不想让人知道。6文1斤，记得一定当天采，当天送。够买米了。掌柜的，最便宜的米是什么米？糙米，20文1斗。能买10文钱的吗？下次记得带袋子。谢谢掌柜的。你肩膀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这么重？不重，以前比这重得多。
擦擦吧。姐姐回来了。这个不收了。怎么就不收了？季节过了，品相不好，收不了。这才卖了半个多月，怎么就过季了？要不不收了吧？薛大哥，还有别的活吗？有个活儿，工钱高，1天35文，能做半月。什么活儿？官府要清嘉诚江的淤泥，需要一批挑泥沙的，都是男人的活儿，我怕你吃不消。我能干。那活儿累得很，你一个姑娘家。薛大哥，家里快没米下锅了。没钱，这身子也值点钱。你姓吕的，你又让我逮到，这次我要弄死你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拿着。这谁呀？薛老弟，薛老弟，这怎么行？这是女人能干的活吗？而且还是个孩子。张大哥，他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他干不完的活我来做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他待1天，做不好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以前后娘说我是头牛，牛就牛吧，能活命就行。这女的可真能扛。你昨晚在柴房里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收拾东西。十一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不用，小伤。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，天黑了才回来，身上有伤也不吭声，你当我们是瞎子吗？小姐，我真的没事。陈十一，你今天别出去了，我去和我哥说。把你的伤口给我看看。
我不是要害你，你肩膀上那些伤自己够不着，怎么上药？疼吗？你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习惯了。什么叫习惯了？谁让你去挣这么辛苦的钱？十一，以后有事和我们说，这个家不能只靠你一个人撑着。大少爷，你哪来的功？今天别去跳沙了。可是我说了，我来想办法。姐姐，你吃。瑞儿乖，你吃吧。够吃几天了？120文铜钱，购买一匹粗棉布了。冬天快到了，大家都在漏风的屋子里硬扛。我想给他们每人做一件新棉衣，还是得想办法赚银子。很久没来看南芝了，希望她一切都好。小妮子，你可比那些男人都来得勤快。我刚去集市卖鱼，路上采的，给你。你自己穷得叮当响，还有空给我采花，你喜欢就好。你的眼睛很美，这世道女子本不易，但凡有点颜色，一辈子就会过得十分艰辛。你这样挺好。几位客官是第一次来万花楼找乐子吧？笑什么笑？没看到主人不开心吗？这里有20文铜钱，谁来把尸体拖走，省得碍我们主子的眼。我来。我要死死记住那个人的模样，终有一天。南芝，我手艺不好，可能缝得不好看，你别嫌弃。南芝，我好怕。南芝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，别再过得这么苦了。薛大哥，谢谢你，帮我安葬了南芝。你为什么才来？他不会希望我来看他的，在他最狼狈的时候，
和南枝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的亲妹妹。亲妹妹？我们也算是富庶人家的孩子。14岁那年，受主家牵连，举家流放。母亲在流放途中病死，父亲受不了母亲的离开，伤心而亡。当时我病得很严重，为了让我活下去，南枝自卖自身进了青楼，我把她锁在房子里，不让她出去，结果还是没拦住。那个时候，她留了卖身的银两，还有一份断绝书。后来，我找过她很多次，她把我凶狠地赶了出来。我知道，她不愿意让我看到她这般，也希望我能很好的活下去。再后来，我成亲了，又落了孩子，她更不愿意认我这个哥哥，怕她名声连累到我。我想，我好活着是她的愿望，那我便好好活着，不要辜负她才是。南枝，她真好。11，杀南枝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死我也会记住他们的，他们是京都人士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们的口音就是京都的，我也是从京都流放而来。薛大哥，报仇要从长计议，那些人一看就势力雄厚。11，你怎么了？这丫头在外面受了什么罪？11，回来吧。水凉。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一个朋友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被人杀的。割了喉。还记得那些人长什么样吗？地方是给你找好了，能不能做成，看你自己了。薛大哥，谢谢你。南枝走了，我不能一直消沉下去，活着的人还得活。陈家妹子，你这饼闻着真香。婶子，等会儿尝一个。刚出炉的口袋饼，3文钱一个，管饱。来一个。哎，好，来一个。来这。您的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第一天开张，卖了快200文，我的手在抖，不是累的。是高兴的。陈家妹子，你边上那个秀才脾气古怪的很，别惹他。他小小年纪就是秀才了，学问高着呢。家中还有个病弱的老母，后来家中着了火。为了救老母亲，把脸给毁了。脸毁了，不能科举，只能在这儿混口饭吃。你的东西能不能挪远点儿？烟熏的人眼睛都睁不开。我说了，挪远点儿。
你怎么把有墨的和没墨的叠在一起？这空白的纸都写不了字了。你爱要不要？小浪蹄子，真的是你啊？怎么不认识了啊？还敢躲？还敢跟老子动手？袁捕头来了！天杀的啊！把好好一姑娘打成这样！婶子，我没事。你去看下大夫吧，万一打伤了哪里。不用。那个人，他还会再来。我知道。十一，你脸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谁打的？不认识的，已经没事了。他的脸怎么了？被人打了。李茂还会来，下次不会再有人喊袁捕头来了。下次我得靠自己。哎，李茂有了银子就会去赌场，赌完了会从这条路回去。他娘的！他娘的！怎么了？想通了？你不是要我吗？睡了就是我的女人，以后好好给我挣钱，乖乖的，我就不打你。那你跟我来。快点儿，磨蹭什么？你先转过去。哼，事儿多。我说过，你不会想睡我的。你这个妹子，下雨了也不知道打伞。婶子，裴秀才今晚没来收摊。他啊早回去了，他娘还等着他买药呢。陈家妹子，你听说了吗？前几天打你那个天杀的被人给捅了，死在巷子里，死得可惨。是吗？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仇家，不过死得好，大快人心，该呀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李茂死了，有人看见你前几天与他有过纷争，怀疑你报复杀人，跟我们回衙门问话。不会啊，这不会吧？这小姑娘看着挺和善的，还只是怀疑而已。她就是陈十一。袁捕头，裴秀才，死者是前日死的，这位姑娘一直在长宁街，不曾离开。长宁街所有人都能作证。你替她作证？是。前日晌午之后，她曾去购置食材，我刚好也要去药铺给我母亲买药，与她同行了一段。她没有作案的时间。死者被利器所杀，刺了3刀。一个弱女子被李茂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如何能反杀一个力量大他数倍的男子？先不带走。是。以后少参与这些事儿。谢谢。我说的事实，不是为了你。他说不是为了我，可我知道，没有他，我现在已经在牢里了。裴秀才，你欠的药钱能不能先还点儿？我知道你难，但药铺也要周转啊。杨大夫，再宽限几日。哟，这说他爹以前可是个大官呢，现在家道中落了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杨大夫，裴秀才的药钱还差多少？2两8钱。够了不？够了，够了，还是姑娘明事理。谁让你替我还的？你欠我的，以后还我。我没让你替我还。那你现在可以去追杨大夫，把钱要回来。这是什么？还你的钱。这笔不便宜，他哪来的银子？先欠着，等你有钱了再还。我……行了，天快黑了，回去吧，你娘还等你呢。别，你手是写字的，别搬这重东西。我手没那么金贵。那你小心点儿，别闪着腰。明天你还来吗？来。那你等我，我收摊快，一起走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帮过我，2清了。那件事儿，你不怕我告发你？你不会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告发，就不会替我作证了。我叫裴洛书，表字谨言，别总叫我秀才。好，阿洛。你今天来的挺早。这是什么？你买的？我娘想吃蜜饯，我买了一些，多出来的
给你。挺甜的。又送东西。天热，扇子纳凉。你画的？扇子只能你自己用，不准给了旁人。知道了。11，你上次问我的那个事，什么事？你是别人的通房丫鬟，对吗？你的身契还在侯府手里。他对你好吗？给吃给穿，不算好，也不算坏。你愿意吗？你不愿意，对不对？你不想当他的通房丫鬟。他说对了，我不愿意。可愿不愿意，从来都由不得我。阿洛，别问了。洛儿还没睡。娘，吵醒你了。你想好了？他不愿意，他被人逼着当通房丫鬟，他说由不得自己。我想让他由得自己。露儿，你想做就去做，娘支持你。娘，谢谢你。裴秀才，你家里铃铛响得厉害，你娘怕是出事了。娘，娘，等等我！娘，去，把藤条拿来，快去！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你把科考要读的书卖了。娘，那些书无用，我早已不想科考。我平时就是这样教你的。伯母，你消消气，别打了。娘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娘，罗儿，科考才是你的路，你要记住。娘，我记住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伯母的病多久了？很多年了，她是被人下毒的。下毒？怕了吗？不怕，我从乱葬岗挖过尸，还给别人缝过尸体，我不怕这些。11，谢谢你。秀才，你娘这病拖不了多久了，准备后事吧。洛儿，乖，别哭，娘去找你爹了。娘，洛儿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争，也不要抢，平平淡淡过完这一生，是我和你爹一直对你的期望。娘，我明白。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你不用这样。我愿意的。
十一，我想问你借点银子。要多少？20两。够吗？你不问我要做什么？你要做的都是大事，你同我说了，我也不明白。该来的终于来了。王大人，你就是温宿侯家的世子？是。听说你在矿洞里替我挡了一块石头，举手之劳。哼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侯府翻案。你倒是直接，在大人面前不敢绕弯子。你真的想好了？王显宗那个人沾上了就甩不掉。我想好了。他是什么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你借他的事翻案，以后就要被他牵着走。蓝大哥，我没有别的路可走。那你找我们来商量什么？我想请你们帮我盯着王显宗。盯着他做什么？他身上不干净，我翻了案之后，不能再让他活着。11，我要走了。去哪儿？府城，天香书院要我去读书，准备来年的乡试。这是好事。你不问我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3日后。好。给你几身换洗的衣裳，一支笔，一条墨，一块砚板，包里还有一些吃食，留着路上吃。穷家富路，在外面别不舍得用。这太贵重了。是的，我也觉得贵重。我当初差点没饭吃的时候都没想要用，所以你以后有钱了，能不能还我2颗？2颗够吗？够了，够了，那我也是赚了的。11，谢谢你。阿洛，你以后考中当了大官，能不能给我做个倚仗？我出去的时候也能和别人吹吹牛，告诉他们我有一个当大官的朋友。好。走吧，别误了时辰。他走了，去走他该走的路，我跟他注定只能同行一段而已。
杀了我的朋友。他是钦差王显宗，长公主的儿子。你要是杀了他，不仅你要死，薛连星一家，还有温家人和你的家人，一个都活不了。难道就这样算了？不会算的。十一，我会替你报仇。你等着。那个朋友对你很重要。他是第一个给我尊重的人。南芝让我去找薛连星找事做，让我能在镇上活下去。我眼睁睁看着他浑身是血，倒在我脚下。那天在花街，你也在。是我亲手葬了他。十一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答应你的事，一定会做到。别怕，你只管看着。大人！大少爷，别说话，快走！把人弄上去。是。王显宗真的死了，死透了。南芝可以安息了。我说过，会为你报仇。新矿洞塌了，温之恒被埋在里头了。十一，人找到了吗？温志远带着人在挖，还没找到。管事的让我来报个信儿，说要做好，照顾好夫人。二少爷，大少爷呢？坍塌来得太快，本来大家都能撤出来，大哥非要回去取个东西，结果被压在里面了。挖到了吗？还没。算了吧，到现在也没听见声儿，怕是已经……他一定还活着。姑娘，这都几个时辰了，我给你们银子，求你们别放弃。再挖1个时辰。十一，或许大哥真的不在了。他不会的。你何必？他救过我，我不能不报。大少爷，我是十一，你坚持住。
那么厉害，那么多风浪都过来了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大半夜的喊魂啊！又是你！金丸子，救他！放心吧，交给我。你醒了？大少爷呢？醒了，醒得比你早。十一，大少爷，你还好吗？那就好。我之前欠你的那条命，还清了。什么欠不欠的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让我看看你的手。包扎好了，看不见。大少爷，我真的不欠你什么了。十一，你便如此迫不及待要与我划清界限？是你先那大半年不与我说话的。不是。你想对我好就对我好，想不理人就不理人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。如今我顺着你的意，不是正好？别走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你在这儿陪陪我，行吗？就为了这个，你的命不要了？这大半年，你对我冷脸，正眼都不看我一下，我没办法，只好自己磕一个。陈十一只有一个。大少爷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是，我就是疯了。陈十一，你没有心吗？你上次说要还我卖身契，说话要算话。世子爷，侯爷已经回京，派老奴来接你们回去。姐姐，我们真的要回去了吗？十一，我们回家了。十一，你怎么来了？不禁说今日要走。薛大哥，这些年多谢你照料，这点银子给浩儿读书用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拿着，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。裴秀才往我这儿寄过很多封信，都是给你的。他还好吗？他中了乡试解元，应该也要进京了。十一，你去府城看过他，是不是？你对他说了狠话，让他死心。薛大哥，有机会帮我把这些信还给他吧。十一，就说我没看过，让他忘了我。送你，愿你以后日日欢喜，岁岁无忧。他说会做我一生的倚仗，可我知道我不配。十一，回京之后，
我要娶你做我的正妻。大少爷，你已经有婚约了。莫宣烟那边我会处理，你只管等着。夫人也不会同意的。我已经同我娘说过了，她同意了的。大少爷，你有没有问过我，愿不愿意？你不愿意？我不知道。你答应过要试着喜欢我的。他说的对，我答应过，可我不知道这条路还能走多久。终于能回去了。姐姐，你快上来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舍不得。以后还能回来的。4年，来时一无所有，走时好像也没什么可带走的。醒了？没睡。十一，回京之后，你住在月影轩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嗯。院子里的垂丝海棠，今年应该会开。还有，回京后我就让母亲准备我们的婚事。你答应过的。大少爷，到了京都再说吧。侯爷，回来就好。父亲，瘦了，回来好好养着。你就是十一？我是11。好孩子，这一家子多亏了你照顾。不敢当。侯爷，主子们舟车劳顿，先回府歇息吧。姑娘，奴婢16，是夫人派来伺候您的。你多大了？14岁。14岁。我14岁的时候，还在房陵的泥地里爬。姑娘，您是喜欢山茶花还是蔷薇？都可以。那梨黄色衣裙搭河粉色对襟外衫可行？你看着办。姑娘，您是16伺候过最没脾气的主子了。有书吗？有的，侯爷与世子的书房里都有，奴婢去借。这里有书，有花，有人伺候，可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的地方。姑娘，您后背的伤疤是怎么来的？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疼吗？当时疼，现在不记得了。被子太软了，软得睡不着。房陵的木板床硬邦邦的，可我每晚倒头就睡。现在什么都好了，反而睡不着了。下月初6是我的生辰，这是给你准备的衣裳和簪子。大少爷费心了。你准备送我什么生辰礼呢？你喜欢什么？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那你要好好准备，我等着。
十一，这是我回京后的第一个生辰。回京后的第一个生辰，我该送什么？岳影轩住着的那位，听说是流放时跟着去的。那时候才多大，就懂得勾引世子了？可不是嘛，人家胆子大，赌赢了。哼，赢什么了？没名没分的，还姑娘姑娘的喊着。姑娘，他们说您坏话。随他们去。可是16，风言风语只有在尘埃落定的那一刻才能消停。就算吵赢了，不过让他们多了些饭后谈资。他们说的对，我确实不配。一个烧火丫鬟，凭什么住在月影轩？这大半年，你对我冷脸，正眼都不看我一下，我没办法，只好自己磕一个。陈十一只有一个，姑娘，门上挂了锁。原来还是怕我出去丢人。姑娘，宾客都散了。把锄头给我。什么？礼物送不出去了，总不能留在这里碍眼。走吧，回去了。就休息了吗？这么早？姑娘，夫人命老奴来给姑娘教规矩。我若是不学呢？哼，那可由不得姑娘。跪的时候头必须下垂，不能直视主家，这就是规矩。求你们放过我家姑娘！不能喊，喊了他们会更得意。姑娘，世子不在府内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户部有事，这几日都不在，小的也联系不上。姑娘，昨日的规矩还没学完呢。你这个狐媚的小妖精，赶紧离开侯府，远离世子，否则日后只怕不会像今日那般好过。姑娘，世子还没回来，你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？世子交代过，不能被打扰。你有匕首吗？
小姐去了外祖家，这几日都不在。大少爷不在，小姐也不在，还真是巧。姑娘，咱们去找夫人吧，夫人心善，一定会。侯府后宅的事，有什么是夫人不知道的？廖嬷嬷是夫人的陪嫁丫鬟，她来月影轩做什么，对我做什么，夫人比谁都清楚。那怎么办？等什么？姑娘，今日我们学你们再往前一步，试试。还敢犟？看老奴今日怎么教训！流放路何其艰难，我都能活着回来，就凭你们。你们要是觉得我在说笑，可以继续。回去告诉夫人，月影轩的门以后不用锁，该走的时候我自己会走。快扶他去看大夫！他们以为我会一直忍，可我从来不是会忍的人。我只是在等一个不再回头的理由。在户部办差得了些赏赐，这珍珠成色极好，我想着你戴应该好看。收起来吧。你不喜欢？喜欢，太贵重了，不舍得戴。十一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生什么气？姑娘，石榴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呢。收起来吧。姑娘身形真好，这喜服做出来定是极好看的。姑娘，您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可您都没笑过。你和他的婚事不可能，圣上亲自过问，不行也得行。我们在房陵的时候，莫寻言中间已经相看过几户人家，是丞相府先毁了婚约，他们竟然还有脸面重提此事。相府那边的说辞是莫寻烟念着与你青梅竹马的情分，一直未曾同意婚事。他年岁大，又仗着相府的事挑挑拣拣才到现在，如今见我回来，便又拿起婚约说事，这绝无可能。恒儿，你娶了她，相府都是你的势力，以后便可直冲云霄，前途无量。我明日会跪求圣上，我的婚期都定好了，我只会娶十一为妻。十一是个好姑娘，你容她做个贵妾就好。你的夫人是侯府的脸面，一个丫鬟如何担得起？我给她谋了身份，相府怎可容你娶十一？我娶谁，他们还没资格管。此事在圣上那里过了明路，相府不会让你不娶他们的女儿，转而去娶身份低微的十一。我们才从房陵回来，你又要让侯府重蹈覆辙，都怪我。我从一开始回到家，就该把十一的身气消了，不要什么身份，直接把她娶了。我真蠢。父亲，你知道我有多盼着十一成为我的妻子吗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十一做你的贵妾，所有的事都能迎刃而解。你是说，要委屈十一做我的妾室，她能答应做我的妻子，是我费尽心思求来的，她根本不屑一顾。从来就不是十一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相府逼的是我，
我今生所求的，不过是一个11而已。你去哪儿了？睡不着，走了走。你去了凌云阁，你都听到了什么？11，你听我说。大少爷，你不用解释。大少爷，我觉得侯爷说的对，你娶了相府嫡女，什么都可迎刃而解，对你的前途也有益，何乐而不为？连你也要抛弃我？大少爷，你莫哭。你为何就是不能向我靠近一点点？哪怕一点都是好的。为什么我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？其实你可以不用努力。陈11，我不想一个人孤军奋战。你哪怕给我一点回应，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值了。大少爷，你的喜欢是你的事，我的不喜欢是我的事。很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大少爷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想走到一起，何其艰难。姑娘，走吧。可是，放帘子。世子今日约我出来，是为了婚约的事。是。世子觉得这婚事还能取消？校期过后，你与成国公之子相谈过婚事，后来被拒，是因为你资助的那个书生。世子这是要鱼死网破。相府若执意要结这门亲，侯府也只好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拿到圣上面前说清楚。世子何必如此？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你我说了都不算。那便让该做主的人去谈。告辞。世子，你那个小丫鬟，她知道你在为她拒婚吗？与你无关。这茶尚能入口。小姐，相爷说与侯府重结秦晋之好是当前最好的事。您真要退婚？这么多人中，还是这位更出众一些。可他心里有别人。那个小丫鬟，她挡不住我的路。那您打算？世子，我们洞房再见。温之恒，你个狗东西！你才亲了老娘，第二日就同其他女娘茶楼相会，我不亲手埋了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就不该管你，任你病死算了。凭着我最后的良心，给你把坑挖大一点，算我陈11对得起你了。救我！老娘现在没空，你且自生自灭去吧。你的身形和他差不多，帮我量量，还要不再挖宽一些？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得不到的东西一直在努力，到了最后也得不到。你说，我以后该怎么活？我怎知道？我命快没了，想不了那么长远。
你给我喂了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是药，能吃就行。不过这药过了好几年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效果。你呀，长得一般般。你长得也不怎么样。比你好看一些。我比你好看。你一个男的长得一般，还不能让别人说，还要脸不要？半斤八两，谁也说不上谁。是不是药起作用了？你说话都不喘了。药起没起作用我不知道，但你若再气我，我就被气活了。只听过气死，没听过把人气活。你若是这样说，那我多说几句气人的话，说不定你活过来了，还欠我一份救命之恩。别按了，我只是不想应你这份救命之恩，看来真的挺难的。我这一生如草芥，如浮萍，永远都在飘零。这世上哪个不是在寻找光明？黑暗才是人生的常态。我喝醉了。醉了就醉了。16，你先回月影轩休整，我还有事。听得你同16玩耍去了，还留宿一晚，眼睛都肿了。大少爷，我有话同你说。快点，等你很久了，走吧。这是谁啊？听说是温之恒从外面带回来的丫鬟。十一，有什么话回来再说。这里除了他的执着，没有一处能容得下我。麻烦廖嬷嬷通报一声，陈十一有事要见夫人。夫人在忙，等着吧。你还敢回来？未经通传，不许擅闯！你大胆！十一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夫人，我要我的身契。不可能，你不是说要我挂名在6品官员名下？我猜你迟迟没有动作，是婚事出了变故。温之恒要娶的心腹，可能不是我。他就算娶了别人又怎样？你做个贵妾，不用操持家中，又能享富贵。夫人是不愿意给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不会给的。那也行，不过我会让他宠妾灭妻，我会搅得侯府不得安宁，我会吹着枕边风，让他与你们离心，我也会天天缠着他，让他仕途坎坷。十一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夫人是觉得我做不到。我亲一下温之恒，他就能把天下最好的东西献给我。我要是同他睡上一觉，下一刻杀了他，他都能含笑而终。夫人是在想要不要让我消失？我劝你收回这个想法。我若一死，温之恒头一个怀疑的就是你。况且我要是死在他最在乎我的时候，这辈子你就别想他再成亲了。
你也别想抱上孙儿。原以为你是个纯良的姑娘，没想到有如此心计。夫人夸赞了。拿了就赶紧离开。我要银子500两，算我偿还你在房陵的辛苦钱。2000两。什么？1个铜板都不能少。你值不了那么多。夫人，在你把我锁在月影轩1整天，教规矩的嬷嬷把藤条抽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之间最没得顾忌的，就是那点情分。姑娘，你要去哪里？16，我要离开了。姑娘，你以后可怎么办？没有倚仗，我就自己成为自己的倚仗。16，我走后，你就去大小姐跟前伺候，就说我让她收留你的。温之恒，我的失望攒够了，所以我走了。今生我们再不相见。房陵不能回去，温之恒肯定会找到那里。客栈也不能住，鱼龙混杂，衣裳太扎眼了，得换。姑娘，要做衣裳。有成衣吗？不用等的那种。有，围帽也要。你怎么知道？私奔帮逃跑专属衣物，6两纹银，概不还价。这还能做成产业？还能办甲级杖、匕首、快马，要不要整一套？女士，你这以前都能拿走，今儿个怎么就不能了？您今儿个没付钱。我什么时候少过你的钱了？您从来没给过。你笑什么？我没笑你。哼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是怎样，是又怎样？我笑都笑了，还能收回不成？你这么大把年岁了，别干些把老脸丢干净的事，回头到了地下，都没脸见列祖列宗。不是我干的，我碰都没碰他。快送医馆！还不快去帮我把药费结了！这位胡老爷子欠了90两6钱，零头抹了，您付90两。我只问这次，以前他欠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哎呦，我的头怎么又疼起来了？一路上粮店、鞋店、书局、杂货铺9000，硬生生被讹走300多两。这人根本就是无赖。你家破成这样，不会还要我出银子修吧？你太欺负人了。哼，谁让你修房子了？这是我家，快进来。我不进去，今天算我倒霉。你不是要找地方落脚吗？谁让你吃了？我花了300多两纹银，连碗粥都不能喝了。哼，那银子是房钱，喝粥另算。老爷子，你以前是做买卖的吧？一根柱子上拨2次算盘。温宿侯府在找一个女娘，是你吧？您怎么知道？你进成衣铺之前，身后有4、5个人跟了一路，穿着锦衣，却要换粗布衣裳，戴围帽，不是逃跑是？侯府像你这么大年纪的，只有那位小姐，但看你行事做派，你是跟去流放的那个小丫鬟。
姜还是老的辣。母亲，十一走了是吗？走了就走了，多大点事儿？你知道十一对我的重要。他走了，你连个口信儿都不给我。你就知道陈十一。母亲，你纵容廖嬷嬷带人锁她的院门，逼她跪青石板用藤条抽她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还有你，打着教规矩的幌子对她动手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世子，老奴是奉夫人之命。哼，奉夫人之命，所以你们合起伙来欺辱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。是我让的。父亲，你十一对我们侯府有恩，那只能是恩。一张卖身契，2000两银钱，恩就还完了。所以你就让人锁他，打他，逼他走。世子，这是姑娘给您准备的生辰礼。原来他准备了。十一，等我。老爷子，您收留我，不怕惹麻烦？哼，你一个小丫鬟，能给我惹什么麻烦？外面还在找你，先在篱落院住着，别到处乱跑。他说的轻巧，可我知道，他收留我，冒的风险有多大。老爷子，你属狗的吧？我刚做完你就闻着味儿来了。快端上来。给银子。记账。你从昨天记到今天，一个铜板都没给过。你这丫头怎么跟舅舅说话呢？舅舅，以后在外面就说你是我外甥女，省得别人问东问西。行吧，舅父。外面找你的人撤了大半。撤了？我参了侯府一本。那温之恒还在找我吗？找，但没之前那么大的阵仗了。你想一直躲下去？不知道。那就先住着，等你哪天想清楚了再说。老毛病了，要好好养着，不能再操劳。金叔这一病，家里没人照应，你每天上朝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那怎么办？我去买几个人。买人？你有银子吗？有，2000两。姑娘要买什么样的？我先看看。你被卖几次了？5次。为什么被卖这么多次？我没运中，买我的主家，一个生意败落，一个被罢官，一个病死，一个跳河了。你买了我，也会倒霉的。那你就更是个宝贝了。我要是遇上仇家，把你往他家一放，什么都不用干。他，我买了。姐姐，你的东西。你住哪儿？护城河桥下的石洞里。家里还有亲人吗？逃荒来的路上都死了。愿意跟着我吗？我会弄脏你的屋子。上车。
燕州，龙木川送你的。他说是报恩。你打算去？不想在京都待了。燕州离京也不是很远，有事儿回来也是方便的。想好了？嗯。去吧，在外面别给我丢人。舅父，您保重。这是我第3次离开一个地方，向阳村、房陵、京都。这次我要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。燕州，新的开始。可是陈主子，在下姓李，是山庄的管事，九爷早已吩咐，说主子这几日会到。姐姐，这庄子好大呀！令鱼山庄占地100亩。后山和东边一大片山林都是庄子的产业。主子舟车劳顿，先进去歇息。主子看看哪里不满意，我马上改。辛苦了。阿姐，这地方可真气派。阿姐，这是什么？松枝，天然的琥珀，值钱吗？值钱，很值钱。袁熙不知道他捡起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这块琥珀可能改变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姐姐，姐姐，瑞儿好想你。瑞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十一，好久不见。二少爷，你们怎么在燕州？大哥把燕州的产业交给我打理，说让我待在燕州，别再回京都。这是琥珀，成色极好的金珀。我在山庄的山林里捡到的，天然的。这东西稀少，与珊瑚、绿松石齐名。二少爷，你说，如果我们请能工巧匠做出人工的琥珀呢？我有一大片山林，松枝管够。这生意能做。那合作？我不能参股，我是侯府的人，名下的产业族里都要过问。那我做，你帮我监工画图，我私下给你分成。你总是这样妥帖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在燕州的第一步，从一块石头开始。庆运楼开张了，卖的不是金银首饰，是琥珀，用山林里的松榆枝做出来的琥珀。你是东家？是，我姓李，叫李云洲，以前在银楼做大掌柜。你这儿门口写着聘人，你看我行不行？你从哪儿来？被休了，无处可去。你要什么条件？月银15两，每季3套衣裳，逢年过节备礼，一进院落带个小丫鬟。普通人家1年都挣不了15两，你能给我带来什么？年底营收5万两，达不到我分文不取。东家，陈11。东家，为什么被休？我外面养了外室，他一气之下，以善妒的名义休了我。我做银楼大掌柜那些年，帮他赚了不少银子。他一封休书，什么都没了。他定会后悔的。
东家，我会好好干的。李云舟是被休的，我是被卖的，我们都一样，没什么可失去的了，所以什么都不怕。陈十一，我送你的山庄怎么样？令云山庄挺好的，山林里那窝土匪我也替你处理干净。那点小事儿，怎么难得倒你？你故意的。阿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2天2夜。他怎么样？伤口深，好在没伤到要害，得养一阵子。阿姐，侯爷他成亲了，和相府嫡女莫寻烟。你年岁也不小了，该物色个好人家了。不急。怎么不急？再拖下去，好男儿都被别人挑走了。这次春闱倒是有几个不错的，有个姓裴的，鄂州府城的解元，文章写得极好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他那笔字有个尾钩没藏好，考官不喜，不然这一届的会员非他莫属。不过这人也怪，殿试都没参加，听说生了重病，无缘殿试，后来被吏部安排去了幽谷县，那地方穷得叮当响。幽谷县，这辈子怕是难出头了。姓裴，鄂州府城的解元，幽谷县，是他吗？你怎么样？死不了。你是陈十一吧？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我是福大，福大命大的福大，姓裴的让我来的，他给我下了毒，1个月发作一次，想要解药就得护着你。老子武功天下第一，竟然来给你当护卫。3年了，庆运楼赚了很多银子，袁熙嫁了人，旭文宇也找到了心上人，日子好像都好起来了。十一，好久不见。娶了个丧门星！我说过，谁敢动他，我要谁偿命。我说过，谁敢动他，我要谁偿命。人不是我杀的。福大，将袁熙带回去，袁熙的嫁妆也全部搬走。这院子是我买的，你们今日之内搬出去。东家，你没有照顾好他，所以你不配住他的房子。袁熙的后事我会操办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阿姐，她怀了我的孩子。旭文哥哥，我是真心想和你成亲的。二东家，他是骗子，
连他的家都是假的。你确定孩子是你的？他的身份已经很清楚了，一个青楼里的姑娘，你还要坚持吗？阿姐，泸州的茶庄我给你，以后你我两清，不要再让我见到。阿姐，对不起。袁熙死了，旭文走了，他们都走了，可我还有庆运楼，还有阿洛，我不能倒。东家，边境传来消息，乌乌羌国那边缺衣少粮，今年牛羊又染了瘟疫，只怕要起战事。战事？边境现在很缺粮，若能把粮食运过去，能赚一笔大的。我要去一趟。东家，边境随时会打仗，太危险了。我需要银子。舅父说过，只要捐的银钱到了一定数目，就能给我请封号。有了封号，就能养府兵，有了府兵，我才能去江州找阿洛，温之恒才动不了我。就这么定了，福大，准备一下，我们走。行。管个闲事。云烟姐姐，诗怡，你怎么会在云州？我父亲被流放岭南了，我回云州投靠外祖家，舅舅们避我如蛇蝎，我就自己出来了。被流放？怎么会？你不知道，温之恒把自己父亲拉下马，自己做了侯爷，与我和离，把我墨家也拉下马。墨丞相，我父亲被流放了，他现在是大业最年轻的丞相，权倾朝野。陈十一，没选他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你倒是比我想象的坚定。你接下来要去哪儿？不知道。天大地大，总有容身之处。跟我走吧，我送你到安全的地方。崔大哥。11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运粮来边境卖，你呢？我来劫粮。劫粮？军中缺粮，蓝大哥让我出来筹粮，我带了人，就是抢也要抢回去，可没想到是你。崔大哥，带我去见蓝大哥。11，好久不见。蓝大哥，你就是11，一路上辛苦了吧？你就是11姑姑，父帅常提起你。你是怨风，这么大了。进去说话。11，你运来的粮食。蓝大哥，军中真的这么缺粮？朝廷的粮草迟迟不发，将士们已经3天没吃饱了。蓝夫人的嫁妆首饰都当了，我的饷银全买了粮，也只撑了几天。带我去军营看看。都是好儿郎，只是我这个统帅没用，让他们饿着肚子打仗。不是你的错。
帮忙按住这个孩子，我去拿药。娘，我想回家。娘，我运粮来本是为了赚银子的，可看到这些，我做不到。蓝大哥，我带来的粮食全部留下。十一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那是你全部身家。我想清楚了，银子没了可以再赚，但这么多人饿着肚子打仗，我不能装作没看见。十一，这份恩情，蓝家军记住了。在防陵的时候，你们也帮过我，一报还一报，扯平了。东家，上月出海的船队回来了，从婆泽提国运回来的象牙、珍珠、珊瑚全部售空，净赚8万两。那条海航线是我用命换来的，值了。还有一事，朝廷要征用商船，说是海防吃紧。征用？都尉府已经下了文书，咱们的豫远号也在征用之列。告诉他们，豫远号愿意出征。你疯了？那是你花20多万两造的船，船造出来就是要用的，与其被征去当摆设，不如我自己带他出海。东家，真的要打？怕就进舱里去。我不怕。东家，敌军要逃！追上去，撞！什么？我说，撞上去！底舱进水了，2个隔水密舱都坏了。20多万两的船，我可是连零头都没挣回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豫远号东家陈11英勇无畏，奋力杀敌，无惧生死，此心可嘉，特册封为县主，赐号永义。永义县主，接旨吧。县主，我从一个烧火丫鬟走到今天，这条路走了很久。如今你已经有所依仗，我便先离开了。去哪里？天涯海角，我是江湖人，不喜束缚。还回来吗？银子花完了就回来，到时候继续给你当护卫，记得给我开饷。好，多花点，别省着。福大，保重。
阿姐，我们真的回来了。永义县主，朕听说你那条海航线走得极好。托陛下洪福。婆娑提国进献的血色珊瑚，朕看了，难得你有这份心。赏黄金1000两，10亿千户。谢陛下。县主了，我当初收留你的时候，可没想到你能走到这一步。我也没想到。来了。来了。这一路走来，如草芥，如浮萍，飘零过，挣扎过，也拼命过，其实也只是想吃饱饭而已。